Hello，大家好，这里是 BP Top Study。关于 iPhone 15系列的传闻已经相当的完整，那大家也知道涨价这件事情一定是回不去了，所以看到这些消息之后，我不禁拿起我手上的 iPhone 13 Pro 来看，当初能用32900元的价格买到它，真的是 CP 值非常高。因为 iPhone 13 Pro 它的硬体和 iPhone 14 Pro 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它又相较于12 Pro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它当初的原始售价只和12 Pro 一样，但是14 Pro 之后又涨价了，所以为什么这也是我认为 iPhone 13 Pro 是 CP 值最高的 iPhone。今天这部影片我就要来讲一下我这2年的使用心得，然后会告诉大家10个 iPhone 13 Pro 在2023年依然不败的理由。然后在影片的最后就会来帮大家分析，现在在2023年的这个时间点，你究竟该购买哪一台 iPhone 呢？那一样，在影片开始之前，请先记得按下订阅钮，并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跟 BPTop 相关的最新资讯哦。首先，先跟大家来讲一下 iPhone 13 Pro 10个值得购买的理由。第一个理由的话，当然就是它的萤幕刷新率，它的萤幕刷新率高达120赫兹，和现在 iPhone 14 Pro 的萤幕是完全相同的，而且它还有支援 Promotion 的自动适应率更新，就是随着你在滑动的速度的快慢，它会改变它萤幕的赫兹数。大家可以想想看，12 Pro 它都还是使用60帧的萤幕，然后到13 Pro 首度使用了120帧，而且120帧这个规格应该在短时间内还是苹果主流的产品会使用的萤幕规格。而且13 Pro 它的萤幕刷新率不止高而已，它在萤幕亮度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00尼特的最大亮度。如果你是使用 HDR 图片或是影片的话，它最大亮度可以达到1200尼特，所以其实这个亮度真的是非常的绰绰有余。基本上你在阳光底下使用 iPhone 13 Pro 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且它还是相较12 Pro 进步了超过200尼特的最大亮度。在第3个理由就是 iPhone 13 Pro 它强大的微距镜头，它可以直接以超近距离来拍摄物体，这个在 iPhone 13 Pro 以前的代数也都是达不到的。然后到现在14 Pro 的规格其实也是使用这一颗微距镜头。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夜卖的照片，真的拍起来是超级厉害。我觉得过了2年之后，我还是觉得这个是我拍的最好的照片之一。那原因也就是因为 iPhone 13 Pro 它这颗强大的微距镜头，摆脱以往 iPhone 近距离拍摄的困扰。那当然除了近距离拍摄之外，它也支援近距离摄影，所以不管你是照片还是影片，都可以使用微距镜头来呈现，真的是把相机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啊！在第4个理由一样，也是在 iPhone 13 Pro 的镜头里面，它在镜头里面搭载了可位移的光学影像稳定功能。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前一代只有12 Pro Max 才有支援这个功能，但12 Pro Max 价格真的是很贵嘛。那在 Pro 系列首度搭载的当然就是 iPhone 13 Pro 啦。但是在 iPhone 13这一年，它不管是 Pro 系列还是一般的版本，它全部都是有支援这个可位移的元件。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 YouTube 的所有影片基本上都是使用13 Pro 录影录出来的，它的稳定性当然是稳到没话说。当然我的手也是有练过的。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段 GoPro 和 iPhone 13 Pro 它稳定度的比较。虽然说在稳定度上面仍然有一些差距，但是大家已经可以发现 iPhone 13 Pro 它在录影的稳定度已经是非常的高了。第5个理由购买 iPhone 13 Pro 的原因就是电影模式，这也是我为什么2021年会购买 iPhone 13 Pro 的最大理由。大家不要觉得电影模式只是景深而已，其实光这个景深开下去之后，像大家现在看到我的影片，你可以发现整个影片的质感好的非常多，它会自动去对焦人像的位置，然后去把后面的背景模糊。而且这个电影模式它并不是说它只是套个模糊的滤镜在后面而已。这个电影模式它如果侦测到物体，如果物体的距离越离越近的话，它后面的景深也会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真的是模仿真实的人像镜头它所做出来的摄影效果。再来，这个电影模式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事后去调整对焦。有时候如果你在拍片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没有对焦到脸，或是对焦到某些物体，没有关系，你只要到编辑功能里面去长按或是点2下，那你就可以分别开启自动对焦还有固定对焦。那当然，你在电影模式一开始拍摄之前，你也是可以去对焦某些物体的。所以这样子，你拍摄之后，你的影片就真的变得对焦的非常正确，然后又可以客制化的去调整，然后让你的影片变得更有质感。在第6个值得购买 iPhone 13 Pro 的理由就是它的3倍镜。3倍镜它的拍摄的长镜头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尤其搭配人像模式之后，我现在不管在哪一个餐厅吃饭，我都一定会拿出我 iPhone 13 Pro 的3倍镜来秀一下我的拍照技巧。比如说像是最近很红的鼎王啊，或是其他的餐厅，大家都可以看到3倍镜它所拍摄出来的效果真的是可以把食物拍得非常的漂亮。像是我上一部 iPhone 15 Pro 的那部影片，我有许多素材都是使用3倍镜来拍摄的。一
倍镜和3倍镜拍摄出来的效果真的差很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差别。其实，在景物的部分就会发现，1倍镜它所拍摄出来景物会很杂，但是3倍镜它的景物会很集中。所以你在使用3倍镜拍摄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物体的主体性更被凸显出来。我这边提供了很多素材给大家看，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另外再开一期影片来告诉大家3倍镜这个镜头该如何好好运用。不管你是要拍照还是录影，都可以让人家觉得你是使用专业相机拍出来的效果。那如果有兴趣的话，观众就可以在底下留言啦，我就可以发表我这2年来的拍照心得。在第7个值得买的理由，就是在 iPhone 13 Pro 的电池。iPhone 12 Pro 跟 iPhone 13 Pro 它的电池续航力进步了5个小时。对，所以如果你现在再去购买12系列的话，你会发现哇，这个电池续航力怎么这么低？13 Pro 只输了14 Pro 电池续航力1个小时。对，所以其实 iPhone 13 Pro 它在当年度的电池已经是跃进了非常的多，那它这14 Pro 其实也没有做太大的更新，它只是透过 A16 晶片去增加它的节能效率。对，所以本质上2台手机的电池是大同小异的。那第8个值得购买的理由，就是在 iPhone 13 Pro 的刘海的部分啦。大家应该知道 ，iPhone 13 Pro 是唯一一代把刘海缩小的 iPhone， 在前面的12、11或是10，它的刘海其实都是非常宽大的，所以 iPhone 13 Pro 其实在使用起来，它的刘海我觉得大小是非常适中的。而且它相较于14 Pro 的动态岛，其实大小也没有差多少。那这时候就是看你是动态岛派还是刘海派啦。我自己个人其实是比较偏好刘海的，因为如果你动态岛在看某一些 YouTube 影片的时候，它其实会遮挡到像一些2:1的影片画面，那你就会凸一块刘海。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很好看，而且如果你有在玩游戏的时候，其实那个动态岛挡起来的程度会比刘海来的更高，或是你在使用 Safari 网页啊，或是 Google 导航的时候，你都会觉得 iPhone 萤幕整体往下移了一块。如果你自己是没有很喜欢动态岛的话，然后喜欢这种 iPhone 13 Pro 的刘海，我自己真的是相当推荐13 Pro。那你是动态岛派还是刘海派的话，就欢迎在留言底下告诉我啦。在第9个理由，当然就是价格的部分啦。它是最后一台没有涨价的 iPhone Pro 系列。大家应该知道吧？从 iPhone X 发表一直到现在，都是999美元嘛。那在 iPhone 14 Pro 台湾售价因为美金汇率而涨价。然后在 iPhone 15 Pro 可能不止汇率的关系，它连原价的售价都会涨价。iPhone 13 Pro 真的是 CP 值非常高，你可以用32900元999美元的价格去购买到接近14 Pro 规格的手机。对，所以我觉得它在售价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而且我等一下在影片之后也会告诉大家，其实现在 iPhone 13 Pro 的价格又降了一阶下来，因为15 Pro 即将要发表嘛，所以等一下后面就会再跟大家详细的解释。第10个最值得买的理由，当然就是它晶片的部分啦。iPhone 13 Pro 它搭载了 A15 5nm的 Bionic 晶片，它和14 Pro 的晶片不管是在跑分啊，或是核心数，真的都是非常接近的。同样都是6核心 CPU 跟5核心 GPU。在12 Pro 的部分反而只剩下4核心的 GPU， 所以其实 iPhone 13 Pro 它在整体跑分跟效能部分和14 Pro 也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大家听完这10个理由，有没有真的发现 iPhone 13 Pro 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购买的一台 iPhone？ 光从价格的部分，然后再加上这些功能，而且和14 Pro 差距真的是不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用了 iPhone 13 Pro 2年下来，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后悔。然后我也没有在去年换 iPhone 14 Pro 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在发表会之后，我真的觉得动态岛它目前的应用途径还不够广，而且我觉得苹果它动态岛未来还有在缩小空间，或是把它放到更好看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 iPhone 13 Pro 会持有到2年，或者会是更久。如果今年 iPhone 15 Pro 没有让我特别惊艳的话，有可能也不会换手机。当然，捧 iPhone 13 Pro 这么久之后，我还是要来跟大家实话实说，来说一下我在这2年使用上遇到的3个小缺点。第一个缺点的话，就是 iPhone 13 Pro 它没有支援动作模式，就是像14 Pro 那样的动作模式。所以其实你如果在快速跑步或者跑动的时候，它镜头的稳定度还是没有办法像你走路的时候稳定度这么高。对，但这个是在14 Pro 或是14系列它就可以达到的动作。所以如果你是那种运动员啊，或是想要快速移动来录影的话，那我觉得14 Pro 或是14 Plus 对你来说是一个好选择。第二个问题就是在3倍镜的部分，3倍镜拍起来照片真的是很漂亮，没有错，你可以拍出那种长镜头，然后背后景深的感觉。坦白说 ，iPhone 13 Pro 没有支援2倍镜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不太习惯。我平常跟朋友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开启3倍镜，我真的都是要退到超后面，我都要退到隔壁桌的那个距离，然后我才能拍摄我的食物，或是我要把食物推到我朋友的那一项，推到对面之后，我才可以去拍摄出3倍镜的效果。所以
3倍镜它的放大效果对我来说是真的稍微有点太大。你真的要拍出这么好的长镜头的感觉的话，3倍镜它其实还是必备的。对，2倍镜绝对不能拍出3倍镜的这种感觉。再来第3点也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就是在 iPhone 13 Pro 的部分，它并没有搭载 Always on Display。其实我看我朋友在使用14 Pro 的时候，还是有点羡慕，尤其是 iPhone 现在在 iOS 17又推出了 Standby 模式，你可以直接把 iPhone 当成一台电子钟，它的时间不会熄掉。对，但是我这台 iPhone 13 Pro， 你只要摆上去，过了1分钟，它荧幕就会自己熄掉，所以就没有办法当成时钟，你一定要点击一下，或是收到通知之后，它荧幕才会再次亮起。对，但我觉得这个明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功能，苹果却没有把它开启。对，不知道是不是跟荧幕寿命有关系。对，但是这3点就是我觉得 iPhone 13 Pro 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小可惜的部分。然后在影片最后一个部分就要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你究竟该购买什么样的 iPhone 呢？对，那我最近有去爬了一下关于 iPhone 13 Pro 的价格，现在在二手机或是福利机的部分，它的价格大约是落在23000到25000之间。那如果你是要买一些全新的现货或是库存机的话，它的现货价格大概就是27000元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价格等于说你用 iPhone 13或是 iPhone 14的价格，你就可以去买到 iPhone 14 Pro 的性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 iPhone 14的全新机27800的那个版本还要考虑吗？因为它也是使用 iPhone 13 Pro 的主镜头，然后也是使用 iPhone 13 Pro 的晶片嘛，也是 A15 的晶片。那该不该考虑 iPhone 14这一台全新的手机呢？听到这边很棒，没有错。但是就像我影片前面讲的10个理由一样 ，iPhone 14它还是没有支援100赫兹的萤幕、微距镜头、电影模式 ProRes， 还有夜间人像模式也全部都没有支援。而且它萤幕亮度其实也低了很多，只有800尼特而已。然后电池续航力又输 iPhone 13 Pro 2个小时，更不用提它没有那颗3倍镜的那件事情。所以虽然说它的晶片跟效能和 iPhone 13 Pro 没有差多少，没有错，对，但是大家可以发现，它不管是在萤幕的规格，还有相机的部分，它其实都是落后于 iPhone 13 Pro 有很大一段距离的。如果是我想要去苹果官网买的话，我可能还会购买 iPhone 13的全新机，它的价格是24900元。它和 iPhone 14唯一的差别就只在 Action Mode 而已，其实在镜头的规格部分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可以说进步真的是非常的少，怪不得有很多人都在说哦，苹果的装置你就是要买单不买双，就是双数系列的部分突破真的是不会很大，就真的只有小改款，要到单数系列可能才有一些大改款。所以今天这部影片的结论就是，如果你的预算在25000元上下，然后你又想要体验 Pro 系列的手感还有相机，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入手 iPhone 13 Pro 真的是非常好的选择，因为 iPhone 15 Pro 即将发表，它一定会有一个显著的价格下降，那不管是在二手市场还是在现货市场都是会下降的，然后 iPhone 14 Pro 的二手机也会流出的越来越多，所以 iPhone 13 Pro 价格真的有可能再降得更低。而且这边就有一个亲自用了2年 iPhone 13 Pro 还赞不绝口的一个人在这边跟你们推荐，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在这个时间点想要购买 iPhone 13 Pro 的话，就要买要快啦。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也很好奇，观众现在手上都是使用哪一台 iPhone 呢？那你这台 iPhone 用了多久？那你对它有什么心得？那都欢迎在留言底下告诉我哦。那如果哪一台 iPhone 留言特别多的话，我也可以再针对那台 iPhone 再做一个详细的影片拍摄。